如果換作是你在暗区遇到這種人，你會不會跟我一樣選擇鞭屍？這一把我跟隊友已經將全圖最後一隊敵人圍堵在閱覽室裡，生命探測儀已經明確告訴我們閱覽室裡面100%有敵人。接下來我們只需要守株待兔，等待敵人出來，就能將其輕鬆拿下，最終實現100萬撤離。此时閱覽室的敵人或許是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，如果貿然出動，將會必死無疑。在絕境之下，他們居然主動發起停止射擊的暗號。停止射擊！停止射擊！但我的隊友並不打算相信他们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設下的陷阱，故意用停止射擊的暗號來誘騙我們上鈎，最後將我們反殺。隊友覺得我們根本沒必要搭理敵人的暗號，只需要繼續直架，最終就能將這一隊收入囊中，何必再去冒風險相信暗區的人性呢？作為一名暗區老玩家，我還是選擇再相信一次暗區的人性。我覺得暗區的人性不可能只有陰暗面，肯定還有我沒看到的另一面。既然敵人選擇發出停止射擊，我們也沒必要趕盡殺絕，放過別人又何嘗不是放過自己呢？難道真的會有人為了一丁點的科恩幣幹出那種遭人唾棄的事嗎？於是我也給對面回應了一個停止射擊的暗號，這時候雙方的停止射擊互相交替。停止射擊！停止射擊！停止射擊！這就相當於是我們跟敵人成功達成契約，接下來雙方就應該收槍切刀，友好見面，和平相處，最終各自撤離。我也的確是這樣做的，我把槍收起來，切刀來到閱覽室門口。敵人看到我的第一眼並沒有開槍，我以為這次是真的在暗區遇到好人了。為了向敵人表達誠意，我揮刀砍向牆壁，故意露出大身位，將自己暴露於敵人的槍口之下，就是為了告訴敵人我沒有任何的敵意，讓他們盡可以放心下來跟我們和平相處。但是緊接着我等來的不是敵人的善良，而是卡莫納無情的子彈。要不是我穿着6甲就險些喪命，我的2個隊友發現對面用這種卑鄙的手段騙人，於是衝上來跟敵人打了起來。此時我還抱有幻想，天真的以為敵人是不小心走火了才開槍的。我本來還想勸架，結果一上來我一槍未開就被敵人亂槍打死。最終我的隊友將敵人全部擊殺，同敵人一起死去的還有我對暗區人性的最後一次信任。這時候我在觀戰界面裡祈求隊友讓他拿着我的槍替我鞭屍。我知道鞭屍這種行為在暗區不被提倡，但是如果換作是你，當你在暗區遇到這種人，你能忍住不鞭屍嗎？